我发现不是所有的微信公众号在清明节这一天都会有一篇相关主题的推送文章，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习惯。尽管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清明节只是过年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去踏青郊游，尽管我想到了很多人对于与亲人分别还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我还是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的亲人，也写给很多和我一样也在思念着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家人朋友的人。我姥姥去世是2015年的4月，那一年清明小长假我还在外面玩耍，没想到几天之后我就和她彻底告别了。下葬的那天，我们老家刮着大风，我穿着好几层衣服，还是冻得发抖。黄土一层又一层地盖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刻，我想的不再是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而是他躺在那儿，该有多冷，多孤独。时间推着人往前走，附近新开了饭店，我们还是兴致盎然地想去尝尝，谁家有了喜事儿，还是热闹的想要知道。我比想象中更快地走出了失去亲人的伤痛，以至于我觉得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它只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它不会一直影响我，我也不会为它停下来。但当葬礼结束，它成了回忆当中的存在。你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面对屋子里的一个老摆件，电视里的一首老歌，一条旧路，一个熟悉的背影，一阵晚风，一场大雨。你会在那样的时刻里忽然愣住，悲从中来。于是你突然之间意识到，那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亲人，他真的不在了。任凭想念肆虐席卷，也于事无补。任凭你在很多时候想再叫他一声，声音撞向墙壁又被反弹回来，也无人应答。这世间万物的变化，太阳东升西落，海水潮涨潮落，人间的嬉笑苦乐都在与他无关。对他的想念时而出现在生活的场景里，在我某天醒来看到早起的阳光正好，然后想起小时候和他一起逛早市的场景。那时候他会买我最爱吃的毛豆回家，煮一大盆给我，又担心我不消化，所以吃一点就会收起来，等到第二天。在我和朋友逛书店的时候，会突然想起小时候，他总是会拉着我的手在书摊上买书，书摊上的书比书店里便宜，有些还是盗版的，他就站在那儿精心地为我挑选着，跟我说，女孩子一定要多读书。我时常在梦里梦到他，那里掺杂着过去记忆里的片段，并不连贯，有些画面醒来之后我就记不清楚了，但在梦里我们就那样见了很多次。我和他讲我现在的生活，他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却总是支持我的决定。这些片段由一个个点连成一片，最后我发现关于他离开这件事儿，从来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在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得意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想起和他有关过去的那些日子，还有想让他参与的我现在的生活。而对于失去他这件事儿，也经历了从他再也不会出现的无奈，到他一直都在身边的淡然。姥姥去世之后，我偶尔会和身边人提起关于他的故事，朋友点点头，说他都懂。
大学的时候，朋友的爸爸因为疾病去世，他看着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摸着他的手渐渐发凉，气息从微弱变成停止。他一遍一遍地在爸爸耳边轻声说：爸爸，你放心吧，我们会再见的。在那之后，一向坚持无神论的他开始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天地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时空，那里住着他想念的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再次团聚。朋友说，父亲去世几年之后，生活逐渐恢复往常，父亲存在的痕迹也从生活里渐渐减少。直到有一天，他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镜子里的那个人和他记忆当中的父亲一模一样，他才恍然明白，已逝的人其实从未离开。我们身上流着和那个人同根同源的血液，我们的举手投足里有着那个人的影子，只要我们还在，他们就不会被遗忘。我们一向不愿谈论生死，以为这是生命无法承受的重量，但又明白，这是我们都逃不过的人生课题。死生往复，生生不息，你承载了他的希望和梦想，那他就不会被遗忘。我记得有人曾经和我说过，去世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天上望着他的家人。我记得宗教里讲，下一个轮回里，亲人们还是会相见。我不清楚各种缘由，但我选择相信。相信我们会再次见面，相信我能一眼认出你，相信我能再次听到你轻声唤起我的笑。